你小时候应该都看过那张著名的人类进化图吧？左边是一只弯腰的猿猴，然后一点点站起来，最后变成现代人。几十年来，这张图几乎被全世界默认成人类起源标准答案。可现在，越来越多科学家却开始发现，这张图可能从一开始就把人类进化画简单了。甚至可以说，围绕进化论和人类起源，至今仍存在3个极其诡异的问题。而其中一些问题，连今天的科学都还没真正解释清楚。最离谱的是，你身体里可能至今还残留着另一种远古人类的基因，是不是突然有点不对劲儿了？先说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生命到底是怎么第一次出现的？很多人一直以为进化论已经解释了生命从哪里来，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进化论研究的是生命出现之后如何一步步演化，但第一个生命怎么诞生，直到今天依然是科学界最大的谜团之一。你仔细想想，一颗石头不会突然变成一只鸟，一片海水也不会突然长出细胞。那问题来了，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生命到底怎么来的？上世纪，美国科学家米勒做过一个著名实验，他模拟早期地球环境，往密闭容器里加入甲烷、氨气、水蒸气，再用电火花模拟闪电，结果真的生成了氨基酸。消息一出，当时整个科学界都轰动了，很多人兴奋地认为人类终于快破解生命起源了。可后来科学家却发现，氨基酸不等于生命，这就像一堆砖头，不等于一座城市。真正麻烦的其实是后面，蛋白质怎么形成， RNA 怎么稳定，细胞膜怎么出现，遗传系统怎么建立，这些步骤每一步都复杂到离谱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们还必须在正确时间、正确环境下连续发生，哪怕中间错一步，前面可能全白干。直到今天，人类依然没办法在实验室里完整复现从无机物到真正生命的全过程。问题恰恰在这里，生命如何演化，证据越来越多，但生命第一次为什么会出现，科学界至今没有标准答案。而第二个诡异问题更出名，甚至被很多人称为达尔文时代最大的噩梦——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大约5.4亿年前，地球上的生命突然像开挂一样疯狂爆炸。在那之前，地球生物大多还比较简单，可到了寒武纪，情况突然不对劲儿了。大量复杂生物几乎同时出现，节肢动物、软体动物、脊索动物，各种奇怪生物突然挤满海洋。更夸张的是，它们很多一上来就已经非常复杂，有眼睛，有外壳，有神经系统，甚至出现了早期猎食者。其中最出名的是一种叫奇虾的远古生物，长度能达到2米，在当时的海洋里几乎就是怪物级掠食者。你想想，如果生物进化真的是极其缓慢，一步一步变化，那理论上地层里应该存在大量半成品，比如半成型眼睛、半复杂器官，或者大量祖先化石，对吧？可问题是，长期以来，科学家始终没找到足够完整的过渡记录，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成了生物学里最著名的争议之一。不过这里一定要说清楚，很多营销号喜欢说寒武纪直接推翻进化论，其实并不是，因为过去几十年，越来越多前寒武纪化石被发现，这说明复杂生命很可能在寒武纪之前就已经演化了很久，只是早期生物太软太小，很难形成化石，所以很多证据没有保存下来。但即便如此，寒武纪直到今天依然是现代生物学最难解释的问题之一，因为它意味着复杂生命的演化速度可能比我们原本想象的快得多。而真正最颠覆的还不是这个。第3个问题，人类进化路线可能根本不是一条线，而是一张巨大、混乱、不断交错的蜘蛛网。过去很多人一直以为猿人进化成直立人，直立人进化成智人，最后变成现代人，一步一步升级。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真实情况可能完全不是这样。首先必须说明，现代人类并不是由今天的猴子直接变来的，人类和现代猿类更像是拥有共同祖先。而真正颠覆的地方在于，几十万年前，地球上可能同时存在过很多种古人类，它们并不是一代替代一代，而是长期同时存在，互相竞争，互相迁徙，甚至互相通婚。你没听错，
古人类之间真的发生过杂交。DNA 研究已经证实，今天很多欧洲人和亚洲人体内依然携带尼安德特人 DNA， 部分亚洲人与大洋洲人还携带丹尼索瓦人基因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你以为早已灭绝的远古人类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消失。他们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还活在你的身体里，是不是突然有点头皮发麻？更诡异的是，今年发现的一些古人类化石开始不断挑战过去的标准进化路线。有些化石同时拥有原始特征和现代特征，有些古人类分支则根本无法轻易分类。科学家甚至发现，人类演化可能根本不是谁进化成谁，而更像树枝不断分叉。有些分支灭绝，有些重新融合，有些则留下部分基因。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，过去那种猿猴一步步变现代人的经典图式，其实过于简单了。真实的人类演化史很可能复杂的超出想象。但注意，这并不意味着进化论错了，恰恰说明现代进化论正在不断升级。达尔文那个时代没有 DNA 技术，没有基因组学，没有现代测年，很多东西他根本不可能知道。事实上，现在科学界主流的早已不是最初版本的达尔文理论，而是现代综合进化论。它结合了遗传学、分子生物学、群体遗传学等大量现代研究成果。也就是说，科学界其实一直在修正达尔文，而不是把他的理论当成永远不能动摇的真理。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科学会被推翻，而是你以为科学永远不会改变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人类研究宇宙几百年，研究生命几百年，可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不知道生命为什么会出现，意识为什么会诞生，而我们自己又究竟是什么？也许真正诡异的，并不是人类从哪里来，而是直到今天，人类最先进的大脑依然没真正理解他自己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